在激烈的战斗中，苏谦与韩风展开了激烈的角逐，两位斗宗强者交手如电，气势汹汹。然而，苏谦逐渐陷入下风，衣衫破碎，显得狼狈不堪。韩风趁势嘲讽、暗讽苏谦老态龙钟，但苏谦仍旧保持冷静，以清风云淡的口吻回应。眼看着韩风欲以战胜苏谦彰显威风，韩风突然释放出强大斗气，气势凌厉。苏谦冷静应对，压制住韩风，同时巧妙地镇压住旁观的内院长老。双方气氛越发紧张。韩风扬言要在学生面前战胜苏谦，展示自己的强大实力。然而，就在他提升身形时，周围的天地能量骤然变动，一股强大的毁灭性能量在空中蔓延，令在场所有人脸色苍白。韩风与苏谦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，目光惊恐地投向能量源头。情势的急转直下，众人纷纷感受到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。而当他们看到能量的制造者时，面容瞬间呆滞，仿佛见到了无法想象的事物。高悬于天空的萧炎震动着耀眼的古翼，天空中传来一阵阵低沉的雷鸣声。然而，引起韩风与苏谦呆滞的并非是黑袍青年的古翼，而是萧炎面前悬浮的一朵色彩斑斓的火莲。这朵火莲色彩缤纷，美丽异常，但正是这美丽之下隐藏的强大力量，让韩风与苏谦感到了惧怕和心寒。他们清楚地感受到，这朵斑斓火莲中蕴含着何等恐怖的力量，足以让斗宗强者都感到惊惧。这火莲的威力怎么会如此之大？苏谦惊讶地咽了口唾沫，对比之前见过的萧炎的火莲，这次的斑斓火莲几乎是天壤之别。在韩风的对面，脸上呆滞的表情逐渐消失，他紧握着拳头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萧炎。然而，在他即将迎接战斗的时候，萧炎的淡漠目光投射而来，让韩风感到一阵僵硬。他心中涌起一丝恐惧，若是萧炎将斑斓火莲投向他，今日将毫无生路。眼中的杀意迅速消散，韩风勉强露出笑容，然后急忙移开目光，心中明白，若是萧炎此刻选择对他出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萧炎的面容上浮现出一抹嘲讽的笑容，然后目光转向面前的斑斓火莲。这朵化生火虽非真异火，但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融合化生火进入佛怒火莲中，尽管风险极大，但萧炎凭借强大的灵魂力量，成功的将其融合，制造出史上最为强大的毁灭火莲。这一次的火莲被萧炎称之为毁灭火莲。在他雄浑的灵魂力量支持下，火莲得以勉强维持平衡。然而，从火莲周身溢出的火芒来看，它并不如之前的佛怒火莲精致。而萧炎也明白，如何进一步提升已经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。火莲在萧炎的操控下已经成功成型，接下来将迎来彻底的爆发，释放出那可怕的毁灭力量。在这毁灭力量下，即便是地魔老鬼也只能战速不安。手中托着斑斓的火莲，萧炎的漆黑眼眸停在了已经停手的地魔老鬼身上。他苍白的面庞勾起一抹阴森弧度，目光中透露出森然的凶光。感受到萧炎那森然的目光，地魔老鬼的脸色难看至极，手掌在袖袍中不自觉地颤抖。此刻他竟然有了一丝后悔之意，从未想到一个4星斗皇小子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力量。地魔老鬼喉咙滚动，口中发出嘶哑声：“老夫现在就离去。”整片天空在火莲出现时变得安静，地魔老鬼的话清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，嘶哑声中的忌惮与惊惧也被众人察觉。这一刻，无数人都感到荒诞，一个与神秘院长同一时代的强者，居然在萧炎手中说出了如此服软的话语。萧炎手中的火莲被他称之为毁灭火莲，他微微偏头看向地魔老鬼，同时注意到身边的小医仙，一丝微笑浮现在他的脸上，这个瞬间将他在学员心中的形象刻下深深的烙印。毫无情感的目光注视的魔老鬼，萧炎微笑着说：“晚了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不用再离开了吧。”轻声话语伴随着冰冷的寒意从天空飘荡而下，萧炎手掌一抛，斑斓的火莲脱落，化为一道火芒，直奔的魔老鬼而去。火芒所过之处，虚空被撕裂，形成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，如同一张噬人的狰狞巨嘴。地魔老鬼望着这迅猛的火芒，浑身的汗毛竖立，眼瞳缩成针尖大小，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。火莲一脱手，萧炎脸上的残留血色消散，咳嗽一声，一丝鲜血从嘴角溢出。对于他现在的实力来说，融合这个被称为毁灭火莲的任务相当困难，虽然成功融合，但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反噬。几枚丹药迅速从纳戒中取出，塞进嘴中，药力迅速化开，缓解了他的状况。紧接着，他的目光紧紧注视着那划破空间的斑斓火莲。斑斓色的火莲悄无声息地划过空间，除了身后那一道长长的空间裂缝外，并未有其他动静。这寂静的一幕让地魔老鬼头皮发麻，他明白，也许今天他真的会死在这个仅仅是4星斗皇的年轻人手中。关键时刻，地魔老鬼不敢再有丝毫怠慢，深吸一口气，脸色骤然变得诡异地涨红，一阵嘶嘶声响，无数道黑色的寒气喷射而出，夹杂着淡淡的嫣红，使得那漆黑的寒气变得更加阴寒。血寒极动天，地魔老鬼发出嘶哑的喝声，
漆黑寒气急速膨胀，化为10几丈庞大的黑色寒云，完全遮掩了地魔老鬼的身形。寒云涌现之时，所在空间的温度骤降，天空中开始掉落细小的冰晶，表明这黑色寒云的温度达到了极低的恐怖程度。地魔老鬼的力量展露无遗，他用这冷酷的天地之力，准备应对萧炎所掌握的毁灭火莲。闪电般的低温袭来，内院变成了冰天雪地，学员们冻得瑟瑟发抖。地魔老鬼展示了7星斗宗级别的恐怖寒气，连体内的斗气都结冰了，真是厉害。就算是一些不算太强的学员，甚至魔岩谷的长老，也被这寒气吓得脸色发青，有些人的发丝上甚至结了冰晶。不过，在黑色寒云逞威风的时候，斑斓火莲来了，带着高温蒸发了那冰冷的温度，让大家稍感好受。然而，接下来的场景让众人愕然，火莲进入黑色寒云后，竟然一片平静，没有任何爆发。众人纳闷不已，以为火莲被寒云冻结了。这时，苏谦的厉喝声传来，让大家迅速趴下，内院长老也纷纷后退，整个内院瞬间陷入一片诡异的安静。苏谦的喝令让所有人反射性的趴倒在地，内院变得宛如尸体之地。小医仙也察觉到了可怕的毁灭性力量，急忙闪现到紫妍身边，拉住他，急速后退。苏谦和魔岩谷的强者们也在拼命逃离这片怪异的天空。在这变态的天际下，所有人都奋力逃离之前的战场。苏谦一声喝令过后，原本宁静的黑色寒云突然剧烈颤抖，发出低沉声响，仿佛触动了每个人灵魂深处，令大家心脏猛跳，感受到一股可怕威压，手脚不禁微微颤抖。随着低沉声音响起，黑色寒云猛烈翻腾，斑斓的颜色若隐若现，一股庞大的斑斓火浪席卷而出，将原本冻结成冰块的黑色寒云直接击散，毫无抵抗之力。这巨大的火浪消灭了魔岩谷的强者，就连逃得及时的人也庆幸自己的反应够快。火浪扩散开来，震裂了内院建筑和近1000米范围内的森林，将地面变得平坦无障碍。苏谦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再次颤抖，紧接着提醒大家要小心，离远一些。听到他的喝令，几乎所有强者都拼命后退，因为先前被火焰吞噬的魔岩谷强者的下场让他们明白，被波及将一无所有。苏谦的目光突然望向内院，发现那里还有许多学员存在，他脸色苍白，急忙提醒学员们找隐蔽的地方。然而提醒已经有些晚了。在内院陷入慌乱时，淡化的黑色寒云中璀璨的斑斓光柱突然喷薄而出，百里之外都能看见。光柱升起的瞬间，一个足有20丈的庞大火球徐徐从寒云中升腾而起，其中蕴含的毁灭力量使周围的空间扭曲，甚至出现了漆黑的空间裂缝。这突然升起的巨大火球释放出恐怖温度和毁灭性力量，在场的每个人，包括火球的制作者萧炎，都变得惨白。如果这火球爆发，内院以及周围百里将会在瞬间不复存在。在火莲射入黑色寒云时，萧炎失去了对其的控制能力，火莲发生了极热与寒气的极冷互相碰撞摩擦而引起的变化。这种巨大变化使得火球变得异常恐怖，已经脱离了萧炎的控制范围。对于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，萧炎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他意识到，如果不加以控制，内院所有学员都将会毫无幸存之地。面对这可能的惨状，即便是萧炎也感到心颤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眼中露出狠色，从那戒中取出一把丹药，狠狠地塞入嘴中。体内雄浑的药力涌动，他忍受着经脉传来的胀痛，喷出一口鲜血，然后紧握住鲜血。尽管火莲是由萧炎所造，他仍有办法重新控制它，但这将付出相当大的代价。即便事后再休养1年半载，也可能难以恢复到巅峰状态。然而，在这紧急时刻，萧炎已无法顾及太多。手掌染着鲜血的萧炎缓缓变动着手印，漆黑的双眸涌上浓郁的血丝。随着手印的变换，他体内的胀痛感变得越来越剧烈。就在他准备拼命的时候，他发现火球的一旁，2道苍老的灰色身影正缓缓诡异浮现。突如其来，2道灰色人影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场，萧炎几乎未曾感应到。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略微停顿了手印，沉默片刻，目光投向不断庞大的火球。他厉声提醒：“2位，火球就要爆发了，赶紧离开吧。”在萧炎的提醒下，火球旁的2位灰袍人影缓缓抬头，平淡的目光在萧炎身上一扫而过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仅仅是这一瞥，却使火球内的狂暴药力逐渐平静下来。萧炎感到惊讶，2道神秘灰影竟然能在相隔甚远的距离下压制他体内的暴动药力，这实力简直逆天可怕，究竟是何方高手？黑角域何时涌现如此强者？苏谦、韩风等人也发现了2道神秘灰影的存在，心中疑惑。苏谦忽然意识到点什么，喜色涌现，低声说：“这些老不死的，总算是肯出手了。”大长老，他们是？几名内院长老惊疑不定，虽未感受到强大的力量，却在心灵深处感到一种异样的压迫。苏谦解释道：“迦南学院的守护者，若非迦南学院生死存亡，他们是永远不会出手的。这次幸好有他们，否则内院……”他带着余悸说到最后：“守护者。”众长老茫然望向2道灰影，自语呢喃。2位神秘灰影对众人视而不见，
回收目光注视着庞大的火球，感受其中的毁灭力量。他们的沧桑眼中流露出一抹惊讶，相互对视一眼，两对干枯的手掌从袖袍中缓缓探出，结动着怪异的印结。两道灰影的举动引发了剧烈的空间波动，空间扭曲不堪，看上去歪歪扭扭。随着波动增强，两道黑芒出现在他们手指之上，手指轻滑，众人震惊地看到，火球所在的空间仿佛被无形之手撕裂，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悄然浮现。去！沧桑的声音响彻，可怕的劲风涌天而起，轻推着毁灭力量的火球，顺着无尽的空间裂缝缓缓推进。火球最后一脚进入裂缝，天际的温度降下来，两道灰影手指上的黑芒再度闪动，空间裂缝开始愈合。不到1分钟，裂缝修复痊愈，天空恢复平滑如镜。完成这一切，两道灰影松了口气。操控如此庞大的空间力量，即便联手也并非轻松之事。他们的表现令众人呆滞，撕裂空间，驱逐火球，这种逆天与可怕的力量难以想象。这两位神秘黑影究竟是何方高手？遥望天空，萧炎看到火球被成功驱逐，松了口气。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内院将毁于火海，他或许会成为元凶。这让他心中生出一阵噩梦般的感觉。日后再施展毁灭火莲，必须三思而行。毁灭火莲是4种火焰融合而成，而当日收取的化生火已用去一半。日后若找不到替代物，他只能再施展一次。最终是否成功，尚无定数。这次施展毁灭火莲成功，实力与运气兼具。萧炎松了口气，几道破风声传来，苏千、小医仙等人出现在他身旁。萧炎未受大碍后，苏千挥手示意跟着他，带着小医仙，萧炎迅速跟随苏千朝天空中的两道灰影掠去。哼，白老、千老，今日多谢两位出手了，不然的话，这内院恐怕就真的不存在了。苏千对两位灰衣老者拱手致谢，显得轻松幽默。一位灰衣老者责备道：“苏千小子，你这大长老可相当不称职啊！若内院真的遭此大劫，你怕是死上10次都是难以赔罪。”皱眉间透露着丝丝的严厉。两位老先生，今日这事全是萧炎所致，若是要怪罪，便由萧炎来承受，与苏千大长老无关。萧炎忙不迭地为苏千解围。两名灰衣老者扫了萧炎一眼，忽然惊讶地说：“你是当年那个掌控着青莲地心火的少年？”原来他们还记得萧炎。我记得当年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大斗师吧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居然便是到了这个层次。迦南学院总算是出了一个不错的学生。灰衣老者感慨道。而且体内所掌控的异火，似乎也是不止一种，能够将几种异火安稳地融于身体之内，这般功法堪称举世无双。小子，日后外出历练，可得多加小心。另一位灰衣老者也是对萧炎赞叹有加。小子受教了。对于这两位不知底细的超级强者，萧炎自然不敢怠慢。两名灰衣老者的目光突然停在萧炎身旁的小医仙身上，其中一位轻声笑道：“没想到这么多年后，居然还能遇见一名恶男毒体的拥有者，真是令人意外。不过可惜，每一任的恶男毒体拥有者，最后都是差不多的结局。”另外一名灰衣老人也是有些感怀地叹道。苏千翻了白眼，对两位灰衣老者说：“你们就别一出现就来吓唬人，若是你们早点出现，也不至于会出现这事。地魔老鬼的实力，你们最为清楚。他要来找场子，我能拿他如何？要不是萧炎出面，现在场面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呢。”两名灰衣老者有些尴尬，干咳了一声，表示理解。我们当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？大长老哪有这么好当？不过那老家伙还没回来吗？这倒的确是很不负责任，离开都快有10几年了吧。早知道当年就不接手你们的职务。苏千颇为后悔，然后对萧炎说：“这两位，你称他们白老、千老便可。他们当年也是迦南学院的大长老，如今退休下来，正在享清福。”萧炎闻言，赶忙行礼。两位灰衣老人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用多礼，然后缓缓的道：“地魔老鬼是吧？我们也算是有好多年未曾见面了，没想到今日居然还能再见，你说是吧？”话到最后，两人目光却是诡异的转向了不远处的虚空，苍老的脸庞上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古怪笑容。在这微妙的氛围中，似乎隐藏着某种久违的秘密，让人更期待下集的故事发展了。